如果说父亲是山，母亲就是海，山给人依靠，海抚慰人心。如果说父亲是灯，母亲就是火，灯照亮方向，火带来温暖。家庭由父亲母亲共同打造，父亲的格局，母亲的情绪决定家庭的风水。父亲的格局决定家庭的方向。所谓格局，格是人格，局是眼界胸怀。作为家庭列车的火车头，父亲的人品高尚，胸怀宽广，才能确保家庭的发展方向不出错。民国时期，在出生于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中，张武龄是人们眼中的异类。他痛恨赌博，不吸烟，滴酒不沾，倒是从小视书如命，一生热衷公益办学。张武龄共有10个孩子，细看他们的名字都取得极为讲究。4个女儿分别为元和、允和、赵和、冲和。后来的6个儿子分别为宗和、银和、定和、宇和、桓和、宁和。女孩的名字不仅没有半点含花带草的妩媚，并都有2条修长的腿，因为父亲希望他们迈出闺门，走向世界。而男孩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宝盖头，这是继承家业的希冀，也是父亲希望他们不管走多远，也要记得家。在那个封建的年代，他希望男孩的心里一定要有家，而女孩的内心一定要广大，其境界与格局可见一斑。也难怪叶圣陶说，九如像张家的4个才女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后来4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小生名角顾传介、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、著名作家沈从文、著名汉学家傅汉思。6个儿子也都出类拔萃，学贯中西，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有大心量者方能有大格局，有大格局者方能成大气候。这一点，中国的汉字早就做出了精妙的诠释。站在山上的人眼光看得长远，故为仙人；站在山谷里的人眼界格局有限，故为俗人。父亲有大格局，未必求家业繁盛，名传千古，格局还体现在对生活的态度，对逆境的豁达。我想起那篇动人的文章，把笑容带回家。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里，孩子考高中差了1分，要交8000块的择校费。母子俩正发着愁，父亲却带来了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：我下岗了。但父亲说这话时是笑着的。年迈体衰的父亲找工作连连碰壁，但每天回到家，母亲问他情况，他都笑着答差不多了。突然有一天，父亲改了口，说明天就上班了。这次他笑得更开心了。父亲踩着家里唯一的3轮车开始做工，却在运货时不慎受伤。回到家，父亲却依然笑嘻嘻的，连说没事儿没事儿。最终，一家人靠着父亲的这辆3轮车攒齐了学费，孩子也受到父亲的感染，暗下决心，在高中期间发奋学习，考上了名校。在我们身边，太多家庭经济条件不错，却常常因为孩子的一时成绩，生活中的一点困难而硝烟弥漫。而这位贫穷的父亲能够临危不乱，豁达乐观，欲为大树，莫与草争，就是难得的格局。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位置，都不能限制他内心的旷达，男人尤当如此。父亲有了大格局，他的妻子才会有遇事不乱的定力，他的孩子才会有勇往直前的动力。而这一切，就是一个家庭为未来的兴旺所积蓄的力量。母亲的情绪决定了家庭的温度。如果说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的是掌舵者、领导人的角色，那么母亲则是一个家庭的调节阀、供养机。作家梁晓声曾说，人类生活中最温馨、最富有诗意的，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、趋向美好的部分，源于女性。男人成就世界，而女人
成就了男人。我们常说成家立业，成家了才能更好的立业，就是因为丈夫浸润在妻子的温柔、家庭的温暖之中，能够更有干劲儿、无后患地为生活打拼。胡适在《我的母亲》一文中写道：我母亲的气量大，性子好，待人最仁慈、最温和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情感的话。小时候，胡适家境颓败，每年除夕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来家里，每人一盏灯笼，坐在大厅上不肯去。胡适的大哥见状早已躲避出去了，母亲走进走出，料理年夜饭、谢灶神、压岁钱等事，脸上没有一丝怨气，只当作没看见这一群人。到了近半夜，母亲才走后门出去，请一位邻居到家里来，给每一家债户分一点钱，和颜悦色地把一个个讨债的送走。一会儿，大哥敲门回来了，母亲从不骂他一句，并且因为是新年，他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。胡适回忆说，有6、7年都是这样过年的。家里大嫂不懂事，二嫂气量小，但胡适的母亲从不和2个嫂子吵一句嘴。他们常常闹意见，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，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。母亲的和善并不代表无原则的纵容宠溺孩子，恰恰相反，母亲管束胡适最严。她是慈母兼任严父，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他一句打他一下。她会给孩子罚跪说理，无论怎样重罚，她都不允许儿子哭出声来，因为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最后胡适写道，如果我习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，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，如果我能宽恕人、体谅人，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心理学博士、脑科专家洪兰女士在TED演讲时，用她对男性与女性的脑部研究报告，从科学的角度阐明，从人类演化角度，女性的情绪能量远远超过男性。母亲是家庭的灵魂，母亲快乐，全家快乐；母亲焦虑，全家焦虑。所以，当你教育一个男童，你教育的只是一个男童；但是当你教育一个女童，你教育的是整个家庭和下一代。著名编剧人廖一梅说，我不认为好太太一定要做家务，我就不会做饭，但我自信给家人的东西比做饭更重要。如今儿子开朗乐观，人生目标是要快乐。廖一梅说，我跟儿子说这个目标不错，自己也挺得意，觉得我和老孟潜移默化挺好。家庭和睦是最高境界的修行。写就了无数伟大的鸿篇巨制的作家歌德，阅尽世间繁华与悲苦，最后却说，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，家庭和睦是最幸福的。父为乾天，母为坤地，乾坤相宜相惜，人与和美无极。父亲有方向，母亲有温度，一个家庭的运势必然顺遂通达。无论是为爱低到尘埃里的张爱玲，还是婚姻多舛的萧红，他们感情不幸的背后是原生家庭从根上造成的悲哀。爱不是单向的射线，爱是一个圆，要相互贯通，要彼此给予。一个家庭的好风水、好运势，是全部家庭成员一道修来的福气，离不开稳重如山、虚怀若谷的父亲，离不开柔情似水、善解人意的母亲，更离不开良好的夫妻关系以及和睦美满的家庭氛围。一个好的家庭从来就不会隔阂暗在、嫌隙频生，而是一群人向着一个方向走在一起是缘分，一起再走是幸福。父亲的大格局，母亲的好情绪，就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